这一集分享零成本存股实战第13集，股票代码1582，信景企业股份有限公司。从基本面来看，信景企业过去一直保持非常稳健的财务表现。我们认真观察后发现，信景具有长期稳定获利的能力，所以将其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中。自2022年持股至今已经有不错的表现。直接看对账单，投资日期22年10月20日，持续加码到23年8月8日，在23年8月7日见到营收复苏，立马知会家人做最后一步的加码。可惜即使有加码，部位也不算多。从我的交易记录中不难发现，平时我都是一张一张陆续买，见到信景复苏讯号后，直觉应该要做最后一笔加码了，所以最后再出手2张补好部位。回头来看，当时加码是睿智的决定。信景在21年 Q2 开始 EPS 掉得非常快速，自2021年 Q4 开始一路下探到23年 Q3， 持续下跌加上盘整2年时间。信景过去一直表现很好，这次遇到好学生拉肚子考试考不好，相信迟早会回到正常。信景在我存股账户中占比高达 11.8%， 继劲风外占比部位比较大为2公司。信景与劲风都是因为防守特性突出，于是布局超过设定比例2到3倍，幸好实力加运气兼具，这2档布局至今都已经涨超 100%， 成为零成本存股俱乐部的成员。信景我从2年10月 57.6 元开始买，22年 5.3 元的配息没有参与，由于营收明显衰退，于是股价在60元以下盘整10个月没人关注。5张参与2023年7月除息3元，全部7张成本均价 57.03 元，今年股利预计配发 4.1 元，倘若以 57.03 元心理成本均价来计算，殖利率 7.21%， 即使以成交均价 59.17 元来计算，殖利率一样有 6.95%， 非常的幸福。信景从2015年到2022年，已经连8年配发 4.5 元以上的股利，直到成为库存循环的受灾股之后，公司获利明显衰退，股利回到过往遭遇股灾时配发的股利水准3元。我们可以看到近18年来，信景只在2009年与2011年遭遇股灾冲击时，信景才会配出较低的3元股利水平。正面思考，公司即使在股灾冲击、获利情况很差情况下，依然有办法配发3元现金股利，这意味着只要公司赚钱，是很愿意分享给股东的。股利对我们纯股族而言，是很重要的防守部位。我们用股利配发是否稳定来初步筛选公司，也要看一下当遭遇股灾冲击时，公司是否能照常配发现金股利，以此来判断公司的获利是否货真价实。知道信景符合进可攻、退可守策略后，是值得长期投资的好股票，我们就将信景列入长期投资存股行列中。虽然信景涨幅跟 AI 股、重电、水资源等无法相比，说不上很厉害，但对于我这种拥有耐心、愿意长期持股的投资朋友来说，成本控制好，稳稳零股利领到零成本，等于赚到这些股票。这些零成本股票只要有赚钱，是可以领一辈子股利的，光想就很幸福了。为什么要买信景？我的存股策略是，进攻之前先想防守。我认为进可攻、退可守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方才提到，信景这间公司，只要有赚钱都愿意回馈给股东。公司近8年股息配发率达到 108%， 我们拿掉2021年 261% 配发率这种极端值，近7年仍然有 85.6% 的股息配发率。像这种佛心公司，绝对是值得力挺的。有看过零成本存股系列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存股策略是进可攻退可守。信景过往的防守表现相当的好，符合进可攻退可守的选股策略。我们谈一下，为什么要优先考虑防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，防守竟然可以起到比进攻更好的效果。比如23年高股息系列的表现就比大盘表现来得好，我340万存股系列的布局，很幸运的跟上这波浪潮，这2年的表现远远胜过大盘。不过我心中的定见告诉我，只要我们拉长时间轴来看，全指股市值型 ETF 及大盘的表现，时间一拉长，往往还是会超越高股息类型的表现。我们看今年大盘的表现非常的强势，开始后来居上了。到今天2024年6月3日，元大台湾50市值型 ETF 已涨超 26%。我们观察今年高股息中表现最好的00919，目前涨超 18% 的报酬表现，虽然也非常亮丽，但仍然落后市值型 ETF 26%一段不小的幅度。我340万存股账户的投资策略是用股利来支付房贷本金加利息，所以有稳定的股利现金流，才是我这个存股账户中最重要的。我在观察一家公司的防守功力，会用长期股利殖利率来评估，只要评估有机会稳定大于 6%， 我就会把它列入值得存股的观察名单。在2023年高殖利率股都开始涨翻天之后，我有降低殖利率的要求目标，在与时俱进的状况之下，我修改设定以 5% 的殖利率标准来评估，
用公司能否长期达成 5% 殖利率来筛选，只有符合设定标准的公司，我们才列入存股的观察名单。信景在库存循环去化影响之下，获利大幅衰退，从2022年4月的高点70元，一路跌到2022年股灾10月低点56元，盘整一年股价经常都在60元以下，持续买入的机会其实非常的多。由于公司获利衰退非常多，我买入时预设公司22年的股利配发肯定不好，当时预想放弃1年的股利，耐心等公司复苏之后，公司股利水位应可回到 4.3 元左右的水准，是用这样的盘算来入手的。2023年3月开奖2022年股利3元，当年度是 100% 将 EPS 全部配出来，现金股利发放率 100%， 我是觉得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市场都想等公司获利复苏再入手，所以持续的盘整，我也趁机驻盘整期加码到了7张，如今7张部位获得 100% 左右的报酬，信景也是很满意的布局之一。在投资一档股票之前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会计师的财报查核意见，一定要确认会计师查核意见是无保留意见，或者是修正是无保留意见，确认公司财报没有作假风险，才可以安心来投资这家公司。信景是长期稳定获利并可成功配息的公司，财报估计不会有问题。我们重点看一下年报中的会计师审核意见，虽然有加其他事项段落的提醒，但会计师查核仍然是无保留意见，判断公司财报查核正常，没有做假账的疑虑，我们才可以安心的来投资。我们知道本大利小利不小，能重压20张、200张，获利才会真正可观。我们零成本系列实战分享，重在选股逻辑与存股心法的分享，只要你能融会贯通，一定可以不断的找到可以零成本存股的股票，并且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来布局。我们使用进可攻、退可守投资策略，确定信景股利政策长期稳定后，准备来存股。我在2022年10月到2023年8月期间，在信景好学生拉肚子考试考不好的期间，陆续的加码布局。我们知道，只要耐心等待，直到景气好转，就可以笑看涨幅，享受甜美的果实。我们看2023年8月营收开始转好，营收开始逐渐升温，信景获利表现也在2023年谷底反转。在我2023年8月最后一波2张加码之后，股价就开始上涨不回头了。从2023年8月开始起涨至今已破115元，就是我们认真做功课、眼光正确与耐心等待的回报。布局进可攻退可守的好股票，耐心等待并长期持有，1年半获得 100% 的投资绩效，个人非常满意这样的投资报酬率。我的零成本投资法做法是，一旦碰上题材发酵，股票上涨1倍，可以考虑选择卖掉一半的持股，拿回投资的成本，继续布局其他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，达成零成本投资法的布局。我们成本 57.03 元，今天信景最高站上 118.5 元，创下2008金融海啸之后的最好表现，也达到涨超 100% 的涨幅，短暂加入零成本俱乐部。今年信景第一季 EPS 达到 1.73 元，是2020年股灾后近5年表现第4好的季度，表现算是非常亮眼。由于我340万存股账户布局以 100% 完成，不需要特别的进出，并且我可以用过热价的估值来期待股价。由于存股部位已布局完成，可以稳稳用股利帮忙缴房贷，这就是我们可以耐心等待的底气。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信景到达过热价，再卖出原成本部位的股票，将信景送入零成本俱乐部，取回的现金可以等待下一波股市回调的机会再进入市场，或者适时的移动到其他股价仍在低位阶的股票。各位投资朋友可能会好奇，刚刚我说可以耐心等待信景到达过热价，再来进行调节，那么信景的过热卖出价究竟是多少呢？我们这就来做信景的最新估值分析。今天时间是2024年6月3日，我们看一下信景近8年的 EPS 获利表现。8年获利均价 EPS 为 5.37 元，去掉2021年与2022年股灾年的特殊表现，平均 EPS 上升到 6.32 元。我们可以用 6.32 元 EPS 作为信景常态获利表现。由于信景近期本益比经常达到20倍，我们积极一点，给予25倍本益比估值相信也是合理的。6.32 元乘以20倍本益比等于126元。6.32 元乘以25倍本益比等于158元。我用这个逻辑来算出信景过热卖出价，在126到158元之间。由于这个存股账户的布局以 100% 完成，我也相对没有压力。我们可以耐心等待信景到达126元以上，再来看动能考虑是否卖出一半部位，取回成本金额，达到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由于已经很接近126元，相信有机会可以慢慢卖到158元，在达到过热卖出价之前，稳稳的零股利。每年持续有固定的现金流入，足够支付房贷的本金加利息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估值以 6.32 元 EPS 作为信景常态获利表现。我们认真看信景过往季节获利表现，认真观察后发现，
信景只有2021年 Q1 为年度最好表现，往年信景盈利最好的季度都是落在 Q2 到 Q4 之间，公司通常在 Q3 有较好获利表现。今年信景 Q1 获利就已经有 1.73 元，我们用 1.73 乘以4等于 6.92 元。我们知道过往 Q2 到 Q4 的表现会越来越好，了解了信景今年获利表现相当值得期待，有机会做6望7抢8元。所以我们方才用 6.32 元作为常态获利表现，其实还是算保守版的，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做参考。直接期待158元的到来，想来也是可行的。以上就是我们信景估值的分享，我们会持续追踪信景最新获利表现，不定期的更新在影片的说明栏。倘若你有发问题问我，我会直接在问题中回复最新的估值更新。比如5月14日我有更新丰益的估值，有版友曾在85元问我丰益还可入场吗？我在84元更新估值，建议丰益可以考虑进场。如今丰益已有 91.5 元，最高还拉上 108.5 元。我相信丰益在 AI 产品获利带动的情况下，丰益的股价还会持续在往上。在超级数字力独孤9件的网站上，可以自动生成这张图表。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，A 现金流量，信景2022年现金维持在 30%， 由于公司翻桌率小于1，所以现金水位能大于 25%， 公司比较安全。信景在现金水位一直维持得不错。B 经营能力，公司翻桌率小于1的话，代表公司在经营转换金速度较慢。公司算是资本密集的行业，所以现金水位特别重要。我们知道，公司可以不赚钱开很久，但只要缺现金发不出薪水，公司就会倒了。我们要知道，现金是开公司最重要的部分，一定要特别的留意。是以获利能力，信景做生意的毛利约在 15% 到 20%， 从毛利来看，做的不算是一门好生意。从净利率来看，表现也不好，显然做的是薄利多销的生意。财务表现上还有不小进步空间。D 财务结构，公司负债率约在 50% 左右，是很正常的财务结构。现金水位还算安全，公司财务状况算是稳健，评估短时间3-5年内应不会出现大问题。接着看一下 ROE，ROE 最低只有 3.94%， 表现离老爸设定 15% 有段距离。其实买信景，单从生意面来看，并不是太好的选择。我们看重的是公司愿意照顾股东，获利愿意分享，所以才买入这间公司，成为信景的股东。好的，以上是这一集零成本投资存股系列信景的重点分享。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可以让各位投资朋友了解如何做股价的估值，以及掌握进可攻退可守的选股逻辑。希望各位投资朋友可以从影片的说明得到一些启发，善用同样的逻辑，找到适合自己存股的股票。我们是慢慢变好越来越频道，期待和各位投资朋友一起共好、成长、进步。我们陪伴着各位，一起迈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最后说明一下免责声明，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操作需小心，请各位投资朋友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